说。大家晚安，今天我们现场有飞仙在另外一个线上，我这边有另外一个特别嘉宾，他在帮我充电中。好，Anyway，大家有听到什么奇妙的声音？不用太惊讶哈。好，大家好，我是关关，飞仙在线上，打招呼吗？对，嗨，这礼拜来到14号闸门嘛，我是某人。嗯，难道是因为这样我很有力吗？好，运用力量的技能是从17号，就是录影当下的白天，一直到22号的凌晨嘛，这应该是凌晨。这是一个执着于衡量的闸门，衡量这两个字用的蛮有趣的耶。飞仙，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没有，好，每次我遇到剑骨没有回应，就是很可怕的事。没有看法，就这样。然后说时那时快，我看到有一个2023的数字出现在我们的画面上，今年也快要结束了耶，真的是。我们好像也好几个礼拜没录的，那就心里默默的想说，哇，到了图片的等分，就是我们的冬至，冬天，大家一起冬眠，其实也蛮不错的。我好懒哦，好。睡得乱七八糟的。真的。14号闸门我们在讨论的其实是力量，可是其实在力量的延伸，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很多钱这一页，很多很多钱。飞机，你要跟我们聊聊14号闸门吗？前我们在学人类图的时候讲比较多14号闸门是关于资源，而且最终都会导向，我拥有一大堆资源之后，我需要有一个2号闸门才能让我知道我该往哪个方向去前进，所以就是会希望有一个方向。可是，在那之前14号闸门比较多的累积资源，光金钱的这部分相关的，其实还有45号、21号这条金钱线通道。我之前在学人类图的时候，我以为4521比较有钱，但后来观察完之后，发现有14号闸门的人其实比较有钱，而且都是那种讲的那种钱是那种房子的那种等级的钱，而不是说就是4521的状态，那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我会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在 BG5 学到的概念，因为我在 BG5 学的是团体能量嘛，在团体能量这里14号闸门特质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大家可以想象哦，我们在海里面有那个漩涡，它就是漩涡里面的那个叫什么漩涡眼吗？还是什么？这个叫能量漩涡，是把所有的人家旁边有磁铁，把所有的那个资源啊吸进剑骨这里的能量，再借由整个身体我们人体图里面的回路流动，再去往不同的地方送。所以你刚刚讲说真正有钱的是14号闸门嘛？的确，14号闸门就是有这种吸金、吸超、吸能量的能力，所以在早期学的时候，我都会笑说哇。拿祖产跟领遗产的大概都是这些人，然后我们就叫14号闸门有的这些朋友就说干爹干妈啦，一直叫，但是开玩笑的啦。但是其实它富含了很多这样子一个很强大的能量。对，而且我发现大家会有习惯，什么东西都会集中到14号闸门的身上。我有，可是一开始我以为是只有存在钱，但后来看久了之后发现不一定，有时候不是钱系列的东西也会在14号闸门的身上，反正就是相关的资源啊、物资啊、知识啊，都会整个非常巨大的集中在那个阿里巴巴的那山洞里面，那种感觉。你妈妈的山洞啊，芝麻开门是不是打开？哇哦，什么都有，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后来就是对14号闸门就会有一种这个资源啊，或者是跟钱有关，或是关于聚集了什么东西的这个状态，会让我对他们有这种感觉。可是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漩涡感，怎么样？会有一种感觉是东西会聚集到14号这边，可是14号也会把东西给转出去，转给他觉得可能这个谁用得到的那个状态，可是那些人又会转别的东西回来的这种漩涡感，我看到的是这种状，因为我妈妈14号闸门开了不知道几次。谁？我妈，我虽然我妈妈，你妈我妈，老母，对你你老身上也很夸张，只是我想说等你自己讲。
那您老母身上是怎么呈现的嘞？我妈其实她很喜欢运用她在人脉上的资源去帮助别人，可是帮完别人之后，别人会很感谢她，会送我妈妈喜欢的东西。我妈喜欢的东西都很简单，当季的青菜或水果，所以会有很多人自己种，会去拿她自己种的青菜跟水果给我妈。可是就变我家人很少，但是水果青菜非常非常多，对。我妈又会把这些转出去给她周围所有亲戚朋友想要吃的或喜欢的人，这些亲戚朋友会转别的东西，整个就是在那边绕圈圈，哪怕我就觉得我家跟这个仓库差不多。所以重点来了哦，的确是像我们讲义上面讲的说跟金钱无关，但是它是所有我们生存下来，尤其是在一个健康的环境，或者是可以大家成功往前进的那个环境里面所需要的，不管是人也好，食物、资源，当然最明显的就是金钱嘛，那就是借由货物流通，货畅其流。我们今天国父都搬出来了。对，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再让整个能量流转。所以14号闸门的确是人类，我是觉得它是人类物种生存非常重要的一个闸门，中间的那个枢纽。然后像我有看过别的朋友是，他有14号闸门，可是他的主力不一定是资源，而是他会非常善于理财，或者是他很容易找到的工作是，他会是那个中间运用整间公司资源的那个人。你像我觉得不叫配给，因为他是有进有出的这种，真的就是这种感觉。那24这一条，如果我再多说一点，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24这一条，如果在大公司或者是大组织里面呢，其实很有当财务长的潜能，可以观察一下因为他是知道有什么样的资源，知道这些资源要用到什么方向的，所以这点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对，好，还有要补充的吗？没了。那我们就下一页。对呀，那下一页我们就把行星能量抓进来一起讲了。这几天的主题都是什么资源、技能、金钱、财富，跟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是差不多的，它就是能量的各种呈现嘛。但是受着什么火、土、天、海的影响，这个就要请飞仙下凡来帮我们解惑。其实天王星、火星和太阳从43号闸门就已经开始呈现这样子的位置，去影响着太阳频率。只是从上礼拜大家的比较多的体验是，很多东西突然间跳出你的想象之外，或者是打破你原本就有的观念，甚至于某些人，你以为他是这样，但你这礼拜却看到不同的面向，会有很多让你突然间发现，原来跟你以前想象中不一样的那个状态是在上礼拜。可是这礼拜会变成围绕在资源、技能、金钱、财富这几个主题，跟14号闸门相关的主题之后，你会体会到，突然间你以为习以为常的这样子的运作，或者是习以为常这样子给出去拿回来这个运作，原来会有变化，或者是原来有你误会的地方，或者是这礼拜你有可能会冲动的想要去以为这样子做可以像以前可以赚进同样的财富，但却发现改变了原本的既定模式。对，它就是会有天王星能量跟火星能量在，就一边冲动一边让你跳出你的想象外的这种意外的状态会很多。而土星跟海王星就会让你觉得因为这样而感受到压力，或者有些人就觉得算了啦，就我们就是做功德的这种心情。可是会不会就是因为看不清楚，本来心里面是觉得做功德有点半瞎了眼，那发现这个功德做到一半有点不甘不愿。海王星的这一次的这个跟太阳的这个位置啊，它的这个角度是还 OK， 它不会到很不开心，它会就是很快就放掉这个，就忘了它原来有发生这个事情。太好了，就让它过去这样子。对，就比较顺。可是像别的日子的那时候会纠结的那个不在这一次。那听起来还算是一个有很好的学习的一段日子。那反正老话一句嘛，大家回到自己正确做决定的方式，记得策略权威哟。可是像刚你有提到海王星有可能让你看不清真相，也许它就是造成我们误判，或是发现就是出现投资失误或是选择失误的原因之一。
那脑雾大家可能就自己不要太放在心上。我想到我前几天又给我买了日币，我心想说他到底还要脑雾到什么时候？好啦，题外话。好哦，所以说我们这个礼拜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些主题，其实把它放在上面了嘛，有6.124啊，还有月亮行经跟其他行星的组合，有这样子的一些现象啦。所以飞行帮我们解释一下吗？18号那一天是因为月亮跟木星形成6124。6124讲简单一点，它其实可能就是突然间的一个灵感，突然间一个想法，或突然间闪过什么东西。因为有木星跟月亮的能量存在，我会觉得应该是个有趣的什么 idea， 或者是有趣的一个梗之类的，或是发现这样子的现象原来对也很好玩，所以他会觉得很开心。6.124对，然后21号那一天是月亮的能量造成跟太阳之间的一个角度，所以我觉得是心情上会有一个纠结的感觉，骑虎难下就对了。他会因为你知道，对，不做也不对，可是做了会后悔，不做又觉得很生气，这种纠结会在心里头绕一下。那就算你今天冲动做了，你会发现你另外一边又会后悔。那不就是洗头洗到一半，发现走不掉的感觉？对，所以你就会有一种纠结感。就不管你做跟不做，你最后都会纠结。那就放过自己，知道这些都只是我体验到的事，而不是我是，这样子是 OK 的。那22号那一天是因为那一天的月亮的跟太阳的相位，我印象中啦，它会变成你可能会因为我可能默默的做错了一个决定或干嘛，你内在就难过，可是你会默默的在内在感受着闷闷的那个感觉。所以你写脆弱的心微微颤抖吗？对，就是没有戏剧化干嘛，可是就是你内在会知道，会觉得有点就是捶心肝那种感觉。是哦，所以这些生活上的体验，可能在那个当下都会造成我们心里面上的一些体悟啦。对，我觉得很有趣。我看你怎么样？因为我忘记把那个纸带回来，印象中那个转换时间好像都在半夜，所以搞不好大家根本就不会发生，因为都在睡觉时间呐。睡掉了，所以也不用太纠结，可能就是大家睡掉了哟。对啊，搞不好只要没有真实事件发生，能量没有来不及显化，就根本就不会有感觉，所以大家也不用想太多啦。而如果真的有的话，你就知道流日来就是让你体验而已。好，那大家享受那样子的一个体验，知道这个礼拜大家着眼于看看自己在金钱或者是丰盛上面的体验是什么，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学习或焦点吧，不用太担心啦，呵呵。最近这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人类图国际官网那边他们其实有换了一个新的程式，那一阵子因为他们 bug 很多，所以我发了很多疯，但是已经过蛮久的，可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的页面，看起来是挺可爱的啦。可是有一点我真的好想要抱怨，也想要写信给周本，是颜色那么淡，我去问每个老师，每个老师都说我根本就看不到数字在哪里啊，超生气，也知道吗？真的看不太到欸。对啊，不过这个流日表功能上还是非常的好用的，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咯。那这边可以大家看到的是从17号到22号的很晚上，对，这是22号的蛮晚上的时候，14号咱们会离开，所以大家就在这几天好好感受一下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些东西吧。那进入这样的一个时节，是一个白白的没有任何通道的图，所以大家就一起享受那个流动，也许是混乱啦。好哟，那就感谢大家今天晚上陪着我们两个。就是飞仙最近换了一个新工作，大家可以听得出来他被抽干了。
怎么妹妹都没有声音啊？不是说妹妹也在旁边录吗？有啊，他其实一直发出奇妙的声音，我怎么没有听到？安静也好啦。他现在非常的骄傲，说他没有吵到我。嗯，好哦，那这个礼拜的流日就这样子跟大家分享喽。